思想者雕塑，哪个是你印象中的思想者形象？请选择。左边是 AI 生成，右边是真实的雕塑照片。该雕塑描绘了一个坐在岩石上的壮硕的裸体男性形象，他俯着身，右手手肘放在左侧大腿上，右手背支撑的下巴，手掌是伸展开的。这和一部分人印象中思想者是右手握拳，并且抵在额头上形象不一样，认为是出现了机体记忆错了，也就是曼德拉效应。思想者是一座由奥古斯特·罗丹创作的青铜雕塑，通常放置在石座上。该雕塑显露出一种深思、沉思的姿势。雕像经常被用作代表哲学的形象。这个雕像构思是他在1880年受委托创作的作品《地狱之门》的门楣，约70厘米的尺寸。第一件为人熟知的思想者制作于1904年，现在在巴黎的罗丹博物馆展出。我们熟知的青铜雕像高约185厘米，接近2米，还有其他各种版本，如石膏版本、各种尺寸的研究版本和死后翻制铸件。不过这些版本无一例外都跟现在看到的形象一样，你可能会反驳说是机混了。但是有意思的是，一些拍摄的照片显示，即使在雕塑旁边拍照也摆不对 pose。这是一群学生在参观雕塑，无一例外的都把手抵在额头上，这对吗？另外2个人也是都没摆对，就好像是拍完照以后都被批量修改过一样。这是一张著名的艺术摄影作品，照片中的人是乔治·伯纳德·肖，是个剧作家，曾给奥古斯特·罗丹，也就是思想者的创作者做模特，并在1906年思想者雕像揭幕当晚拍摄了这张照片。通常理解的雕像揭幕当晚拍摄的姿势应该和雕塑一样啊，到底哪儿出错了呢？那就不得而知了。罗丹自己也说过，我的思想者之所以在思考，是因为他不仅用大脑、紧锁的眉头、扩张的鼻孔和紧闭的嘴唇思考，还用他胳膊、后背和腿的每一块肌肉，用他紧握的拳头和紧抓的脚趾思考。这句话里面紧握的拳头，实际的雕塑手是摊开的，只有给曼德拉效应添了谜团。1989年的一则 IBM 老广告中出现了思想者雕塑，逐帧看一下，这并不是许多人记忆中的完全一样的姿势，但他的手握成拳头安在脸上，这跟现在的雕塑也不一样啊！难道是 IBM 自制了雕塑用来拍照，根据自己的想法设计了动作，还是说这就是思想者雕塑被批量修改前的漏网之鱼？能查到的资料挺少的，所以说也得不出结论来。Tebow 是一种以 Tim 蒂博美国橄榄球运动员命名的摄影潮流，动作包括单膝跪地，肘部放在膝盖上，拳头抵在额头上，而且跟人们记忆中的思想者的动作真的挺像的。有一种说法就是在思想者雕塑的前面拍照的是在模仿这种拍摄潮流，像跟佛祖拍照花式整活是吧？只能说整活的可能度很低。爱情公寓中李玉子乔也扮演过思想者雕塑，被喝醉的美嘉调戏，他的手就是抱拳托在下巴下面。当然了，艺术演绎肯定也不严谨，只能说参考下呗。众所周知，思想者雕塑是一个裸体男性，那我想问你，思想者雕塑有帽子吗？从正面看是戴了帽子的，那么你可能说这是头发，看看侧面，明显看到头发和帽子是有区分的，又有多少人记得思想者有帽子呢？所以说，大脑记忆有时候真的难以捉摸。总结一下不像我之前视频做过的其他曼德拉效应实例，思想者雕塑这个多少有点看不懂了。你说少部分人嘴硬记错了吧？但是呢，国外讨论度挺高的，成批的人坚信自己没记错。就是拳头抵住了额头，这才叫思考。你把手掌摊开放下巴上，怎么看也不能叫思想者。另外，确实是找不到任何关于抵住额头的雕塑的作品，只有零星的商店卖过类似纪念品，抱拳托下巴这种形式的。欢迎评论区讨论嘛，我也得不出结论了。